I would die for you.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baby. There's nothing I wouldn't do. I was standing all alone against the world outside. Hello， 大家好，好久没有露脸了哈。为什么没有露脸呢？是因为前一阵子呢，骑脚踏车摔了一跤，然后呢，当时头上呢就肿了一个包，然后后来这个包就是那个淤血往下走哈，然后就导致那个眼睛也肿起来，然后脸上一大块淤青哈，你看它现在还有一个疤痕在这里，所以不好意思把这么丑的一面给大家看哈，帽子压低一点，挡挡我的这个很丑的疤痕哈。好啦，那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聊聊天哈，我其实这一集是前一阵子就很想来说一说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来说。那上个月我有一个挺熟的一个朋友，他突然告诉我，他说他要结婚了那个我非常的惊讶，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也是再婚嘛，而且是中年再婚那种啊。那然后当时他就是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去找他的一个对象啊。当时我就特别担心哈，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这种在社会上的经历不是太多，那会不会是受骗呐？会不会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哈，所以他告诉我他在网络上去找这个对象的时候，我是抱着一种又担心，然后又就是一直劝他说这个方式可能对他不太适合哈，一直劝他。然后直到上一次我回去广州的时候，正好他也他是嫁到澳洲去了哈，我先说一下，她嫁到澳洲去了。那我上次回广州的时候，正好他就是跟我差一天这样子，我回广州，他也从澳洲回广州，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姐姐，那个我们得见个面聊个天哈，就是他很多事情他很想跟我去讲一讲，因为怎么说呢，我也算是一个远嫁的一个 case 哈，那他也是面临是不是要去远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中间可能他觉得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所以他是很愿意跟我去说这些事情，包括之前他在澳洲的时候都会打电话跟我去分享，然后所以我对他的这些事情呢是比较了解的哈。那上一次回广州他就跟我说我们需要见个面聊，他想要跟我聊聊。好，后来我们就有一天就安排见了个面，也聊了蛮多的。那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之中哈，我觉得我就完全改变了我的一个对他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哈。原来我是持一个比较反对的态度，然后觉得对他来说危险重重。然后上一次就是跟他聊天，他就告诉我，他说姐姐就是跟你一样嘛，就是假如说我在这一块土地上它已经这块土地它不适合我生长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去换一块土地试试看或许那块土地当然有两种可能哈，或许那块土地也不太适合，或许呢它很适合，对不对？所以他觉得就是他还是勇敢的去走出这一步，他希望说我换一块土地我能够去生活得更好，因为在广州那块土地他生活了几十年，那可能给他前一段的这种婚姻给他留下的都是
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哈。那包括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那觉得这个环境他不想再继续待下去了。所以我听完他这一段话哈，他也很坦白跟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说我看他大大咧咧的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后来我从这一件事上，我会觉得，他其实有些看法还是不同于平常的人哈。因为对我来说，你看，我远嫁，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你看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是不是？然后你还要跑那么远，你在广州也不是生活的不好那种哈。相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他在广州有房子有车子哈，然后也生活的挺好的，为什么要远嫁呢？对不对？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哈，但是当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包括对我自己哈，我觉得为什么要远嫁？我可能在当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遇到了我觉得对的这个人，但是从跟他聊天的过程之中，我后来突然觉得，或许可能也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有这么一个思想，就是这块土地它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在这里待着不是太开心，那我换一块土地会不会是不一样哈？或许也是在潜意识里有这样子的思想。所以后来他跟我聊完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做出对他这件事情做一个反对的这种状态哈。那我就是说很祝福他，当然我会提醒他，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看清楚、了解清楚对方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哈。先不要说这个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什么呀这种，但是他至少得是一个善良的人，得是一个好的人，对吧？所以当他跟我说他要跟这个人去结婚的时候我虽然很意外，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祝福他我觉得首先他非常勇敢，是吧？他愿意去尝试一段新的一个旅程。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有信心，他可以把这个未来这一段的路可以走好，走得就是两个人互相扶持，走得能够更好更远那我在这里也真的是非常衷心的祝福他们那我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比如说中年的，然后已经是离异的，或者是有丧偶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哈，我觉得很多人是会就是不敢再去迈出这一步，或者说会有很多顾虑担心然后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是会很多算计很多算计在里面。那我自己个人下面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觉得，如果你要选择就是再去走进这个婚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你可能对对方就是不要有那种太高的期望值有句话不是说嘛，就是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那当然你是在保证你自己如果没有这个人，你可能也是可以过得挺好的，那有这个人是可以好上加好，是吧？这个前提之下，所以你可以对对方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期望。那很多人在算计的时候是会算计很多利益上的东西，比如说那对方有没有钱他可以给我什么呀？他是可以买个房子给我还是可以买车子，还是给我买什么各种，或者是就是这种算计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要去这么算计那这一段的感情可能不会太好，或者说不能够走得太远当你没有了这个所有的期望和算计之后，我觉得就单纯很多，对吧？就是两个人之间，我们就只是讲感情，对吧？我跟你是不是能够走下去？我跟你的性格是不是
匹配的？我跟你的生活，我跟你的脾气是不是能够合到一块？我跟你的三观是不是能够一致，是吧？就大家只是讲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可能你去讲这些东西才是能够让这一段感情能够走得更远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是再婚的话，涉及的东西会更多，是吧？家庭关系啊什么更复杂，就是你会面临很多比较复杂比较难办的东西，然后也会就是你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哈，也会有很多的焦虑啊不确定性啊都是有的。那所以真的是就是你要很有这个勇气哈，你可以去跨出这一步，然后你心里要很淡定的知道说，你不要对对方有太多的这种期望。那在你没有期望的时候，如果对方对你做了一点点这个出乎你的这个期望之外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感激很感动，是不是啊？好像我觉得我跟 Mr. F 之间哈，因为我其实真的也是对他没有任何的期望那种。那所以我们家我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哈是男生在洗碗的哈，我们家大部分都是 Mr. F 在洗碗。就是有一天我说我来洗碗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还是少去碰水哈，他说女生去碰太多水对身体不好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很多女人不在说你要给她多少什么，而是在乎你真的在心里是不是在乎她。就她说的这句话哈，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证明她的心里真的是有你哈，真的是把你当成她最心爱的人哈，她都不舍得让你去多弄水。你想嘛，一天洗碗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哈，天天洗碗那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对吧？所以我也是觉得我自己真的算蛮幸运的哈，我可以遇到像 Mr. F 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知冷知热的，就是真的会从细节里去表达他的很多的关爱哈，还有很多细节那今天就不讲那么多。那第二点，我觉得除了你对对方不要有太大的这个期望值之外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你要一直抱有那个就是感恩的这种心态哈，就是如果对方帮你做了一些什么，你要觉得我会真的是从打心里去感恩，然后我会回馈，你不能是总是一个人去付出，对不对？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在付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长久的。就是别人付出了很多，那你也是要回馈，对不对？其实有一句话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对的。我觉得爱你在心口是要开的，就是你要去表达，你要让对方不管是行动上或者是平常在语言上，你要让对方真的知道你真的是在乎，你真的是心里有他，对吧？那很多人我很爱，可是我就是不说出来。包括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不单只是夫妻之间，就是家庭关系里面，其实都是要去表达不要羞于说哎呀，我从来就没这么表达过，所以我不能去表达这个说一句说哎呀我真的很想你，或者我真的是很怎么样在乎你这种我觉得就是要去表达，让对方知道因为其实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虫子啊，对吧？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呢？所以你说出来了也让对方知道了，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所以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心得啦，所以我也跟那个朋友去分享，我说，就是这是我在婚姻里面就是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哈。好，那今天就先聊这么多，然后也希望你们也可以来发表一些你们的看法，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年的离异或者是丧偶的一个人，然后条件还不错，那你会选择远嫁吗？你会选择重新去找一个一起扶持过下半辈子的人吗？好喽，先聊到这里了，我要继续去骑单车、骑脚踏车，拜拜。